大家好，今天张大哥要做的科目是宾士 M1024缸分油盘的测试。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颗分油盘，它是一颗很标准的宾士 M102 4缸的分油盘，它会用在 W124 的2301或是 W201 的210或是2301上面。但是这颗分油盘比较特殊的是，它是用在宾士的 G Car，年份是1989年的 W460 的 G2301 G2301，它也是用这颗4缸的分油盘。那这颗分油盘呢，是香港的一位陈先生，他特地带过来给张大哥来处理的分油盘。他告诉我说，这颗分油盘呢是从eBay上买过来的。那但是他发现这颗分油盘并不能够用。那张大哥测试的结果发现，它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跟我讲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 M102的4缸分油盘，好，它的这个中心轴它卡住了，出不来。好，正常的应该是像类似这样子，我一压下去之后，一放掉，它应该会慢慢的浮上来。但是这颗分油盘很明显它卡住了。那卡住了之后呢，会造成什么结果呢？今天我们引擎一发动，也就是说引擎负压还没有吸这个侧流板的时候呢，它这个4个出油孔就已经开始冒油了，已经就把气缸就淹掉了，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发动。那这个问题张大哥已经克服了。那现在还有第2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差压阀，还有这个油压调整器，全部都是他带过来的。因为我要求他把整组全部都带过来，包含这个油压调整器，差压阀，我要求他把他车上的这一整组全部带过来，因为我张大哥必须要用他的车上的这个元件来作为调整的依据。那目前呢，我用上他的差压阀，用上他的油压调整器，张大哥还发现它现在的压力差不对，导致它的出油量不正确。也就是说，正确的出油量，它每1分钟的全油门，它应该会在170 mol 左右，但是它的出油量大概只有在150 mol 左右。那张大哥从它的压力差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压力差，可以看得出来，它压力差是明显不足。那所以说造成它的出油量不足。那出油量不足呢，我们就必须要来校正这个差压阀。张大哥来示范。好，1分钟的全油门，它目前还没有校正之前，它的出油量到底是多少？好，我们来开始看。好，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我们来看它的差压阀还没校正之前呢，它的出油量。刚刚张大哥有做过初步的测试，是150。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出油量是不是就是张大哥刚刚所测试的150。那如果以 M102的它的出油量，1分钟的全油门应该在170以上，在170到180之间。如果说是170的话，就会造成150的话，150的话就会造成它引擎容易过热，也就是说供油不足，那引擎容易过热，混合比过稀，那可能爬坡就无力了。虽然也许我们可能平常不会察觉，认为老车应该就该如此。好，时间到，好，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OK， 我们看到画面上是由右到左是1、2、3、4缸，
跟刚刚张大哥所做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是150，但是它很明显它的出油量是不足的。张大哥必须调它的差压阀，把它校正到在170到180左右，这样才是正确的。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车子的马力才能够全额输出，而且引擎也不会产生过热的现象。张大哥已经把这颗编号85472，这颗编号85472的 M102 的引擎4缸喷油盘，已经把差压阀的压力差已经校正好了。那1分钟的全油门应该在170到180之间。那刚刚我们测试的结果，它是在150。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完整的完修测试报告，包含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第二阶段是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我们现在时间设定1分钟，定时器，好，打开电源。好，时间开始。因为这颗喷油盘是香港的一位陈先生，他的 W460 G Car G230以上的喷油盘张大哥他带过来台北给张大哥处理。张大哥刚发现就是2个现象。第一个现象，这颗喷油盘的中心轴卡住了，没办法出油。其实应该是引擎一发动，它油就开始喷油了，因为它的中心的出油孔，中心的出油轴心它缩不回去。第二个就是出油量没有校正张大哥请他把差压阀油压调整器全部带过来校正。现在是做完修报告。好，时间到了，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我们来看这个出油量，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1缸、第2缸、第3缸的出油量都在175，第4缸是180。按照厂方的要求，误差应该在15%以内。这次的测试误差在3%以内，所以成绩相当优秀。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4缸喷油盘，编号85472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我们现在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开始。由于这个测试阶段时间长达10分钟，所以这影片会分成两个部分。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4缸喷油盘，从香港陈先生带过来的，编号85472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这个喷油盘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它是在哪个车种上用的，其实它是在时间到了。好，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它是在 G Car G2301的车上用的 M102 引擎的4缸喷油盘。我们台湾台北的泸州也有一部车子，也是 G230，
他跟张先生联络，但是还没有过来处理。等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再做一部维修全记录。OK， 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第二缸的出油量在210，第三缸是220，第四缸是215。按照厂方的要求，误差不应该超过15%。这次的测试结果，看下来误差应该也在3%左右，所以是符合厂方的要求。那这颗喷油盘呢，香港的陈先生他回去之后呢，把管线接上去之后，只要做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个怠速混合比螺丝，等引擎发动之后呢，可能就需要逆时钟的退个半圈或是1圈，等引擎发动之后，然后按照张大哥影片上所介绍的，怠速混合比螺丝的调整方式去调整到它的最佳点。那第二个，这个空气流量感知器，按照张大哥影片上所介绍的1、2点这1、2点的终点电压调到0.7伏，正负0.1伏那这样的话，就大概这个喷油盘就可以完整的在我们车上工作了。好，今天的测试到此